孙悟空代表了人一生最大的追求，那就是自由。大家好呀，不知道最近如何？我最近呀，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好多和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相关的视频，看得我心很痒，但无奈我没有足够好的电脑来玩，所以只能去看看以孙悟空为主要角色的作品来解解馋呢。这一期播客里，我就想和你来聊一聊孙悟空这样一个角色。那说到孙悟空呢，他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虚构角色了。无论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日本，或者是其他国家，孙悟空都是非常有特点，也是非常成功的这样一个角色。用现在中国娱乐圈的一个术语来说，孙悟空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个 IP。 这里的 IP 原来的意思就是英文里的 intellectual property， 但是在中文的语境下，它的意思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在娱乐圈里边，它其实指的是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作品或者形象。比如说孙悟空作为一个 IP 来说，他有自己的游戏，有电影，有电视剧，以及衍生的一些小说等等。那你也可以说某一个明星是一个很成功的 IP， 因为它具有商业价值。那说回孙悟空作为中国最成功的这样一个 IP 呢，其实它是源自于写作于几百年前的一本小说，也就是《西游记》里。《西游记》在中国其实是四大名著之一。这四大名著就是指《西游记》、《三国》、《水浒传》以及《红楼梦》。这四本小说都是写作于几百年前的小说，但是由于它们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以及历史价值，甚至是艺术价值，所以它们被称为四大名著。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必须得读这些名著，但说实话，我当时一点都没读懂。这是因为这些小说里的情节和人物其实都有非常复杂的想法和概念在里边。那情节的设计呢，其实是代表了整个社会以及历史以及人性当中的很复杂的要素在里边。所以作为一个初中生或者高中生，自然是没法读懂的。
但好在有很多的电视剧呀、电影，像比如说现在的游戏，可以充分的去发挥四大名著里的这样一些价值，来帮助中国很有价值的这样一些作品持续的，甚至是有更大影响力的去传播开来。那说回《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我在上一期播客当中有提到，《西游记》它其实是有很强的佛教的背景。比如说，《西游记》里最大的这样一条故事线，就是唐三藏和他的徒弟们去西天取经，而这个经就是类似于基督教里的圣经，而在《西游记》里边所说的这个经呢，是指佛教里的经书。那也许你会问，那孙悟空是不是也是源自于佛教里边的某一个形象呢？其实这是有一些争议的。本身《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是一个虚构人物，但是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那孙悟空是基于印度的佛教里的一个神猴这样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神就是指神明或者具有超强能力的这样一个形象，而猴呢，就是指猴子。这样来看，其实的确有可能，那孙悟空的形象是基于佛教里的神猴来创造的。但是呢，我相信《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更具有他自己的特点，就好比我在这期播客的开头里提到的，孙悟空他代表了人一生最大的追求，那就是自由。为什么这样说呢？孙悟空他本身的性格就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他非常的强大，有聪明，还有自己的野心，但同时他也藐视任何其他的人或者事情，对于别人所说的一些事情，他也有非常强的自己的观点，虽然有时候这些观点不一定正确。那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和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相似。但让孙悟空变得特殊的事情在于，他虽然有和人一样的性格特征，但是他又有比神明或者说佛祖更强大的能力。这样一个既强大，性格又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同时又不是完美无缺的这样一个角色，就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追求，也就是对自由的追求。孙悟空其实是生而自由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西游记》的开头有提到，孙悟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没有父母，没有外界的管束，他在山上摘一个果子吃就能够活下来，但同时他又有很强大的
力量来帮助他探索世界。他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可以凭借力量把对方驯服。如果他想要某个东西，那很简单，去抢就好了。但是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他的欲望无限的膨胀到有人看不下去，那就会有更加强大的、更加具有权威性的人来想办法控制他。所以在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呢，他就被压在了一座山的下面。大闹天宫在这里指的是《西游记》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那就是孙悟空到天宫去捣乱的故事。他把世界上所有神明在聚会的这样一个地方弄得一团乱，直到类似于西方故事里天堂里的上帝的这样一个角色来出手控制孙悟空，但他们最后也没能够杀掉孙悟空，他们只能把孙悟空压在一座山下面来封印住他的行动。这是孙悟空的第一次真正的挫折。那当他被压在山下面500年之后呢，《西游记》里第二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唐三藏出现了。他呢，来到了这座山的下面，揭开了封印住孙悟空的那个符咒，然后呢，他就把孙悟空变成了自己的徒弟，和他一起去西天取经。可以说，唐三藏解救了孙悟空，所以孙悟空其实对唐三藏是有特殊的感情在的。但是因为唐三藏本身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就类似于大家熟悉的孔子，对吧？孔子是完美无缺的，他非常的有智慧，有针对于所有问题的答案。唐三藏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在他们去西天取经的路上，他和孙悟空有过很多次的冲突，比如他们应不应该杀一个妖怪，即使这个妖怪是好的，并没有伤害过人类，那唐三藏会坚持要去杀这个妖怪，但孙悟空会有不同的意见。这个时候，唐三藏就会用紧箍咒的这样一个方式来强迫孙悟空听从他的意见。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西游记》的电视剧的时候，就认为唐三藏很坏，孙悟空很可怜。《西游记》的最后，他们成功的去到了西天，取到了想要的经书。孙悟空呢，也成为了天宫，也就是类似于天堂里很重要的一个具有战斗力量的角色。这个结局
可以说是完美的。但是你想一想，孙悟空他本来生而自由，然后呢，被具有权威性的玉皇大帝压在了山下面，压了500年，然后呢，又被唐三藏解救出来，可以说是被半强迫的跟着他去西天取经。虽然故事的最后结局是好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小说的作者认为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跟着自由和能力来的还有责任，也就是孙悟空后来和唐三藏去西天取经的责任。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那就是万事万物之间的平衡。比如说，也许你很熟悉的阴和阳，或者说太阳和月亮。只有自由的人生是不完美的，同时只有责任的一生也是不完美的。只有同时拥有了自由和责任，达到了完美平衡的人生才是完美的。这就是我认为的这个小说的作者所想要传达的观点。正是因为这样，孙悟空这样一个角色才是不完美的，但他又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完美的活了一回。谈到这里，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孙悟空在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里边有这么高的地位。好的，说到这里，相信你对孙悟空这个角色有了一些了解。我非常推荐你去看一下《西游记》的电视剧，主要是因为《西游记》的原著比较难读，即使对于我来说，里边的语言也是很难懂的，主要是因为这本小说是几百年前写的。但是西游记的电视剧我相信还是比较好懂的。那看了这个电视剧之后，如果你想去玩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的话，也会对里边的情节乃至于孙悟空的一些技能有不一样的理解。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